进来。老爷，老徐回来了。好，你先下去，我跟老徐谈点事情。好。怎么可能去那么久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被埋伏了。被埋伏了？谁呀？渡边还是景堂？是渡边的人。我带去的2个兄弟都已经死了，就我一个人逃了出来。因为后面有尾巴跟着，我就不能及时回来复命。钥匙呢？钥匙配好了。辛苦你了，赶紧回去吧。老板。对不起。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渡边他太会算计了。回去吧，回去，路上小心点。老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你已经被渡边给盯上了，往后的行动会比较麻烦点。没关系的，我以后加倍小心就行了。我知道渡边一定不会放弃，下一次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让他得手。你还是先去把这个查出来，这钥匙到底是开哪里的？既然这把钥匙是宇飞那儿拿的，这么想，宇飞应该知道这把钥匙的用处。也许我们还可以套他的话。越是亲人，这种事越难办。不过宇飞原本是想把这把钥匙交给景堂的，我倒是有个办法。老板，你刚才的话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让宇飞把这个钥匙送回去啊？或许韩东林和景堂知道这把钥匙的用处啊，让宇飞把这把钥匙送过去，说这是唐中年交给他的，我们看看他们的反应，再伺机而动。如果景堂能拿到情报的话，或许我还能想想办法。景堂一旦拿到这把钥匙，我们就更难控制他了。那总比让这个情报烂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要强啊！时间啊，时间啊，只允许我们用最快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了。你赶快去查吧。从查尔斯卸任开始，冯楚良工部局的朋友都会一个个的离开。查尔斯说的没错，租界已经快是日本人的天下，所以这份情报冯楚良必须得手。这可能是剩下为数不多的机会了。有了这份情报，他就可以多一些胜算。唐宗年在银行有个保险柜，这就是保险柜的钥匙。确定吗？非常确定。昨天晚上我抓了冯楚良的人，他正准备拿这个模具去配钥匙。那这么说，唐宗年的情报总算有下落了。据我知道的情况，唐宗年的情报一共分成2个部分，放在银行的只是下半部分。那么上半部分呢？应该已经在韩东林的手上了。是在莱姆那里冲印的照片吗？没错。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根据我观察后的推断，这半份情报是华新银行黄金转运计划的。我查了一下我们的原始文件，可以被连着拍摄下来的。我相信应该是一份后备物资配送计划。什么？是我们在执行的配送计划？应该就是这个。这些计划里的物资，大部分已经运出。明天有一列车的医药用品要运往湘北，这批药品非常的贵重，而且是前线急需的物资。
你一定要保证安全运出。我会注意的。这2个计划，你可以同时进行。第一，保证明天这批医药用品安全的运出，不要出半点差错。第二，要到华兴银行，把唐宗年的情报拿出来。我明白了。冯楚良的情况怎么样了？我昨天见过他一次。他对你之前制造的那份假情报有什么反应？我们并没有得到冯楚良怀疑那份情报真实性的消息。这说明冯楚良到现在为止，仍被我们蒙在鼓里。昨天，我又收买了他身边的人，这样一来，冯楚良将会腹背受敌。到时候就只能受我们的摆布了。黄山官邸空袭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他们那边的压力一定非常之大。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故意放出风声，说这消息从你这儿出去的。到时候，军统就会追查冯楚良的责任。我明白。只要我们把冯楚良逼上绝路，就不怕他不听命于我们的调遣。其实，只要我们拿到唐宗年的情报，我们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冯楚良这边对我们根本产生不了任何威胁。到那个时候，你可以随便的处置他。好的。查查这把钥匙，看看具体是哪家银行的。是。我马上就去办。汉这边还没有分析出来运送货物的具体时间吗？可能他们遇到了困难，需要一些时间。目前只知道日军要攻打长沙，可是对于军备物资的配送计划，还没有分析出来。如果再这么等下去的话，这份情报可能就没有价值。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想再等了。我想去仓库查一下，说不定可以发现日本军列的出发时间。这样也好，两边同时进行，这样可能会更顺利一点。对了，情报里面提到的那个车站仓库叫什么名字？昌祥仓库。昌祥仓库。嗯。兄弟，别说你真够意思。以前呢，也就只有人请我吃碗白面什么的，还真没人请我吃过大餐。这回我真认你是我兄弟了，有什么事尽管说，别客气。知道昌祥仓库吗？知道啊。等了，你想进仓库啊？我跟你说，这忙我帮不了你。最近那边都被租出去了。谁租的？全他娘被小日本给包了，起码3天后才能腾出来。3天以后腾空。嗨，我之前不是老把我的货存在那儿吗？2个星期前，全被日本人给包了，居然还要把我自己的货给搬出来，这一下把他娘的我折腾的，那就一个累。原来啊，昌祥仓库就常租给日本人，我觉得把货放那特安全。你想啊，谁敢动日本人的东西？日本人。大兄弟，你可别怪我多事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不是想动日本人的货吧？这饭我吃不下去了。你怕什么呀？我就是问问。你这胆子也忒大了吧？你占谁的便宜不好，非占日本人的便宜？
我只不过就是说说。打听？别打听了你，这一打听麻烦可就大了。再说这次不一样，那小日本把那保密工作真他娘的做绝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里头搁的是什么玩意儿。你都不知道？可不是，就连里面的装卸工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一箱箱包的严严实实的。我估摸着，8成是这个。你能确定他们腾空仓库的时间吗？当然能确定了，我这不是急着把东西搬回去吗？仓库里有你认识的人吗？你还真打算进仓库啊？那这忙肯定是帮不了你了。上回我就因为帮了个忙，被小日本渡边那龟孙子吓死了半条命。我叫你亲爹了，行不行？你就行行好，把我那半条命给我留下吧。就进去2天，还2天，溜达一圈都不行。那你这半条命是打算我帮你收拾呢，还是日本人帮你收拾？我说，大兄弟，您今天请我吃的这顿饭是上路饭呐？锦堂准备进入昌祥仓库去落实一下货车的起运时间，这样也可以确定这份军类的情报是不是可靠。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行动了，一旦得到消息，马上会和你们联系。你马上通知小马，让他配合锦堂的行动。那个地方日本人盯得很紧，他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马上通知马编辑在昌祥仓库等他。啊，对了，如果这些情况都掌握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炸了他吗？我想，我们应该试着把这批物资和药品转移到根据地去。转移？这可是15车皮的货物，我们怎么转？还是用他们的货车转？对。可是仓库那里日本人会盯得很紧，即使我们知道出发时间，这辆车我们怎么调动呢？放心，上海铁路局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他会配合我们。现在根据地急需大量的物资和药品，如果我们把这批物资转移过去，那么就给根据地解决了大问题。其次，日军少了这批物资，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作战计划，对日本人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另外，为我们获取下部分情报，也争取到了时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马上去通知马编辑，去配合叶锦堂的行动。好。韩东林和叶景堂既然在华夏银行拿到了微点胶卷，说不定唐宗年还会有更多的东西放在那里。我先去华兴银行查一查唐宗年保险柜的事情，你马上去一趟昌祥仓库，检查一下那里的货物。还有，确定一下最后的发车时间。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的话，马上向我汇报。明白。唐松年之前确实在我们这里有过保险柜，因为我们银行保险柜的客户基本上都是南京方面的政府要员，还有一部分是你们的人，所以我都能记得住。唐宗年最后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这个记不清楚了，不过他后来注销了保险柜。他把保险柜给注销了？是，保险库就在楼下，我带你查查资料。好。
保险柜都在这里。好。唐宗年的保险柜在哪里？B112。好，这个。哦，是这个。能不能打开让我看一下？可以。这个箱子注销以后就一直空着，所以没锁。好了，可以了。请。对了，所有银行的保险柜都是这样的吗？您是指什么呢？是不是只需要钥匙就能打开保险柜了？啊，是啊，因为南京方面知道我们的客户都是政府要员，所以担心会有部分官员暗中和重庆或者共党方面有所联系，所有的保险柜都不设密码，以便他们随时检查。是这样。好了，今天麻烦你了。杜宾先生客气了，请。你在华兴银行发现了唐宗年的保险柜，但是这个保险柜是空的，唐宗年已经把它注销了。为什么要注销？因为南京方面知道，会有部分官员会暗中和重庆、共党方面联系，所有华兴银行的保险柜都不设密码，以便他们随时检查。看来这把钥匙并不是华兴银行的钥匙，也就是说，唐宗年除了在华兴银行之外，一定在其他银行还有保险柜。那么，给你送钥匙的冯楚良的手下，是不是知道还有其他的银行呢？已经问过他了，他也是刚知道钥匙的事情。看来要查查这个人，也许他说的不是真话。我也仔细想过了，毕竟华兴银行有南京的背景，所以唐宗年一定不会把情报放在那里，很可能是在他临走前把情报放进了别的银行。有道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些麻烦。我现在做了一把假钥匙，让老徐带回去，或许冯楚良会知道唐宗年的保险柜在什么地方。派人盯着冯楚良，看他到底进哪家银行，想办法跟进去，在他打开保险柜的时候再动手。明白了。昌祥仓库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已经派人检查了，一定会确保明天的货物安全运出去。走。走。你看到那个调度室了没有？我打算进去一下。你帮我注意一下周围的情况，如果有人接近的话，你想办法通知我。我知道了，你要小心点。走。你看到那个调度室了没有？我打算进去一下。你帮我注意一下周围的情况，如果有人接近的话，你想办法通知我。我知道了，你要小心点。
嘿，钱野君，您来了呀？怎么样？这15车皮的东西没问题吧？啊，没问题，没问题。这几天都还正常吗？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您看，也就这么些人，都在忙活着呢，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要不我带您去看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不可能提前发车？提前发车？能做到吗？哦，行。为了这次军列的安全，铁路方面已经打过招呼了。凡是这2个星期所有的车都会为这个军列让路。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只要提前通知调度，就没有问题。明天上午我会再来。好，好，走，请。仓库那边有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发现？确定了，这趟军列车次是3123次。明天他们出发的路线是从上海经由合肥，到达武汉，最后开往岳阳。韩主编分析的情报里头有这趟列车，但就不知道出发时间。你告诉韩主编，明天中午他们会出发，有可能会提前发车。这趟军列运送的计划十分重要，只要有需要，总调度室就会通知各个站台为他们开放路线，整个华东地区的铁路线都会为这个计划让路。那正好，韩主编的意思就是想转移这趟军列，如果他们可以开放线路的话，可以随时调动这趟军列，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还有，我们有自己的火车司机，如果配合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做到。那你们赶快抓紧时间商量这个计划。仓库那边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唐宗年在华兴银行的保险柜，在他准备叛逃之前就已经注销了。那个时候，估计他来不及转移原来放在华兴银行的情报，所以就藏在了电话机里。这么说，老徐手里的保险柜钥匙，一定是其他银行的。这样，我觉得你把重点放在租借几家国外的银行，看看这把保险柜钥匙究竟是哪家银行的，尽快给我消息。嗨。现在的情况其实对我们非常有利。你们看，合肥是个关键点，列车一直往西开，到达武汉、岳阳，往北开到黄花塘。黄花塘是我们的根据地，到了那儿以后，就可以让我们的人抓紧时间卸货了。主编，列车从合肥直接改变路线北上的话，一定会被调度发现的。我们只要军列快到合肥前，利用调度提前改变列车路线就可以了。只要一过合肥，就是武汉的调度发现了问题也来不及了。那时候这趟军列早就出了沦陷区了。对，根据叶锦堂掌握的消息，华东地区所有的线路都会为这些军列开放，所以合肥的道口调度，只要一接到指令，一定会执行。那好，
军列上肯定有日本人押车，但是他们都在车厢里，不会察觉到列车改变了路线。老陈，你马上通知黄花堂的我们的部队，列车移到黄花堂，把所有的车厢控制起来。我还是担心调度问题，我们得派人到总调度室去，切断各地调度之间所有联系。这样，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主编，因为我对这方面比较熟悉。这次行动非常危险，还是我和锦堂去吧。我会让上海铁路局我们的同志过来，把具体情况让他详细的介绍一下。那最好。好，老陈，你立即通知叶锦堂，让他做好准备。只要这边计划定下来，我们马上行动。进来。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已经查过了，这把钥匙是美国通利银行的保险柜钥匙。唐宗年在通利银行还有一个保险柜？基本上是这样，但问题在于，通利银行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并没有登记客户的名字。所有保险柜里面都是用一串一串的数字代码来表示的，所以我们不知道箱号的话，很难找到唐宗年的保险柜在哪里。那可以从银行内部打听到消息吗？我已经试过了，因为不允许登记客户名字，所以就算是内部人员，也没有办法把箱号和人对上号。至少现在我能确定，唐宗年剩下的情报一定在通利银行。就是因为他们的保险柜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他才放心把情报放在那里。南京方面想查都查不到。而且通利银行又是美国人的银行，没有箱号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听老徐说，情报被分成2个部分，会不会箱子的号码在上半部分的情报里？很有这个可能啊。明天去把那个老徐叫来问问。明白。另外，我很奇怪的是，叶景堂和韩东林既然拿到了上半部分的情报，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行动呢？那个韩东林，自从报社被封了以后，实力比以前来说是大打折扣。叶景堂脱离了冯楚良，也不可能组织起什么有效的行动。所以，我认为，就算他们知道了我们的配送计划，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无能为力的。还是要继续去把他们给找出来，尤其是叶景堂，不管他有没有得到情报，只要他存在，就是对我们的极大威胁。叶景堂的事情可以问问那个老徐，因为他们俩都是一个行动组的，说不定会有什么好的办法。也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铁路局的孙怀军同志，这位是亚楠同志。你好。你好。大家先坐吧。走吧。老孙，大概的情况你也知道了，铁路方面你熟，你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调度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好。由于明天执行任务的是军列，所以那里的调度所可以直接通过电话向各个车站的值班员下达调度指令。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控制了调度室，就可以指挥下面各个车站的值班调度了。可以。一般来说，调度会在列车运行图上设定未来3-4个小时里列车阶段运行的计划。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和特殊任务的列车，可以缩短为1个小时，甚至是更短。哦，就是说，我们要改变列车运行的方向，只需要提前1小时通知前方的调度就可以了。没错。不行，时间太长，我们不能给他留出反应的时间来。老孙，扳道工从接到指令到完成更改路线需要多长时间？大概5分钟。
所以，我们必须在军列离合肥还有15分钟前控制住调度室，完成口令指标。好。对了，昌祥仓库附近原来有一个小休息站，已经废弃不用了，你们可以把那里当做临时的指挥部。好，我们就把临时准备工作和应急地点选在那里。我现在就去安排一下。好，那咱们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哎，老陈，你通知叶锦堂，让他明天跟我们一起行动。好的。我们把之前听到的车次情况整理了一下，但是时间方面我们就没法确定了。我已经把我的一个朋友叫过来了，他是铁路分局总调度室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向他打听。老板，你在担心什么问题啊？我在想啊，我们监听渡边这件事被他发现，照理讲啊，他应该恼羞成怒来找我算账了，可是到现在都没来。反正已经晚了，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啊？我也在考虑啊，到底渡边什么时候发现我们在监听他的？我们现在从他那里得到的情报，有多少是真的，还有多少是他作假的呢？待会等你朋友来就知道了，这军列到底是不是渡边放出来的烟雾弹？老爷，有位姓沈的说是要见您和老徐。啊，快请。请。你好，你好，你好，冯老板。老板，他就是我的朋友，铁路分局调度室的老沈。哎，你好，你好，你好，冯老板。哎，请坐，请坐。哎，好，谢谢冯老板。好，麻烦你了。哦，不客气，冯老板，我和老徐都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是啊，是。你们的情况我也知道个大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好了。就想请来证实一下，日军军列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在2个星期之前，日本人已经开始秘密的运送物资了。虽然具体运送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从调度记录上看，他们每天都有军列发出。这个是这2周我们铁路分局的调度记录您看一下。那这军列出车会告诉你们具体的时间和车次吗？他们会通知，但是呢，常常是以代号的形式出现的。由于他们的任务特殊，而且他们有独立的调度系统，所以很难知道具体的时间。像这些资料，说实在的，不过是一些历史记录文件而已。那你知不知道他们这次计划什么时候截止？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就这2天，他们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你们知道的这个情况，真的有点太晚了。那也就是说，这2天还会有出车？有，每天都有军列发出。那你知道从哪里发车吗？这虽然是个军事机密，但是从调度记录上看，他们是从昌祥的仓库里开始运送物资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列车的出发点。昌祥仓库，那是一家日本棉纺厂的仓库，铁道可以直接进入仓库去。是的，我知道的情况大概就这些了。日本方面的消息确实很难知道，我也是从这些调度记录中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而已。那你知不知道这些军列的终点站？哎呦，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终点站推算他们的集结点。哎呦，这个恐怕很难。军列每次到的终点都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掌握到一些情报，但对我们而言，难就难在无法确认他们的时间和终点站。对，日本方面经常临时更改出发时间和终点站，所以就算是我们这种做调度的，也很难预估他们的具体安排。时间不早了，冯老板，我还要马上回调度所有什么新的情况，我直接和老徐联系，好吗？谢谢你。哎，不客气。谢谢。好，再见。好，请再见。老板，我们后面该怎么行动？
也许时间晚了，但如果还有2天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啊，至少可以给渡边一次打击。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们的具体行动时间呀。明天你就带人到长江仓库去一趟，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这2个礼拜他们运送计划很顺利，或许会放松警惕。我们就在这最后一趟军列上做做文章。行，明天我就带人去长江仓库。好。喂。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按您的要求，都准备好了。那部电话直接连着调度室，他们那边所有的指令，我们这边都能收到。孙怀军到芜湖了吗？刚才发来的消息，他已经到了。渡边他们也许会随时改变发车的时间。咱们等军列快到合肥的时候再动手，只能给你5分钟的时间占领调度室，有把握吗？我有办法。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人的？这个姓沈的应该在10点钟之前到调度了，可是到了11点钟还没有过去。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正好在那核对资料，就发现2个礼拜的调度记录全都不见了。所以说我的分析，应该是他把调度记录带出去了。这个人我要亲自审。你不要紧张，如果你好好配合的话，我会保证你没事的。如果你不说实话，或者你要故意隐瞒什么的话，那我可就……我知道，知道的我什么都说，什么都说啊！昨晚你带出去的是什么？是准备有刑！别！我说别动心太君，我什么都说啊！我拿出去的是调度记录。说得准确一点。就是有关这2个星期你们军事方面的调度记录。是谁问你要的？太君，我说是老徐的人，是他问我要的。昨天那么晚了，你是带着调度记录去见老徐的吗？是老徐带我去见他的老板冯先生。你跟他们都提到了些什么？我跟他们提到过长江仓库。还有呢？我还跟他们说了，他们知道这个情报已经晚了，也许还有2天，你们就会结束所有的运送任务了。除了这些调度记录之外，你还知道些什么？哎呦，太君，我就是普通的调度，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太君，哎呦，太君，我也不知道他们要问我这些呀，我也没可以打听过任何东西啊！哎呦，太君，我上有老下有小，饶了我吧，太君啊！太君饶了我吧！太君，饶了我，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饶了我！赶紧派人去长江仓库，也许冯楚良的人已经过去查看军列的情况了。你说他们今天会不会有什么行动？不太可能，冯楚良只有1个晚上的准备时间，今天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还有几趟军列要发？还有1趟，剩下的就是明天的最后1趟了。很有可能，冯楚良会把重点放在明天。你马上去仓库那里，动作要快。第一，要确保今天的军列发出；第二，去找到那个老徐。明白。等一等，今天这辆车的货什么时候可以装完？我已经查过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中午11点前就可以装完。11点装完，半个小时以后就发车。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冯楚良那里会有什么动作，所以越早发车就越对我们有利。嗨，那个老沈该怎么办？他已经没用了。嗨。这就是这2个星期所有军列的调度记录吗？没错，是铁路分局调度处的人带出去的。我觉得冯楚良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前一段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之前我们一切都很顺利，所以这次也不能有半点差错。尤其这2天运送的都是前线的急需物品，绝不能出现半点问题。我已经派人去仓库了，必须保证军列安全发车。要注意冯楚良那里的行动，就像你所说的，现在他在租界里越来越站不住脚，所以他只有手里拿到东西，才能和我们讲条件。我觉得这些物资对他来说应该还不具备能吞下去的条件，就算他要动手，也一定是想拖延我们的行动计划，可以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得到庞宗年的下半部情报。讲好计划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环节的疏忽都会对整个计划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军部这次决定对中国战区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消灭重庆政府反扑的念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转移到东北，转移到整个东南亚。我明白了。这一次的行动计划涉及到整个东南亚的战略布局，绝对不能在这里出现半点差错。我一定全力以赴。今天我们就要对蒋介石的黄山官邸进行空袭，你也要放出一些对冯楚良不利的消息，这样一来，就可以牢牢地控制住他。嗨。你说老沈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觉得好像是出事儿了。铁路局都没他的消息？没有，他一直都没回家。是不是渡边发现什么了？我们这次先不动这趟军列，暂时先到仓库那里去打听消息，弄清楚他们这次的目的地是哪里，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日军的集结地。他们好像装车结束，是不是要发车了？不会那么早。这样，我们打听一下，他们的军列到底开哪儿去了？好，走走。别动！这。把他带走。是。快走，走，快走，走。
进去，把他带到隔壁。是。你是怎么找到这儿？哼，老徐，你是替我们做事的人，我不会杀你。你以为就凭着老沈的几句话，就真的可以打军烈的主意了吗？老沈怎么了？他是被你害死的。不过你这样做也对，至少冯楚良以为你一直在认真做事，替他卖命。老徐，有一件事我想问你，除了那把钥匙之外，冯楚良知不知道保险箱的号码？我当时不是说过了吗？当初他就给了我一把钥匙膜，让我去配钥匙，其他的什么都没跟我说。那保险箱的号码会不会在上半部分的情报里？这我就真不知道了。说实在的，冯楚良手里根本就没什么情报，微点胶卷在叶锦堂和韩东林的手里。能不能找到叶锦堂？哎，你们都找不到，我上哪儿找去？你们就没有什么紧急联系方式吗？他就是看到了我们的暗号，他也不会来找我们的。我们试了好几次。也不知道这叶锦堂是怎么了，既不回来复命，还一直跟我们作对。哼，你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老徐，除非冯楚良的女儿，或许她能见到叶锦堂。你是指冯玉飞吗？是。冯玉飞一直爱着叶锦堂，他们之前私下里见过好几次了。要是冯玉飞出面的话，或许叶锦堂就会出现。有没有可能利用冯玉飞？那就要等机会了。好，我可以等。一旦有了消息，你必须马上告诉我。老徐，渡边君没有给你承诺的话，我私下里跟你说一说。你应该知道，冯楚良是怎么起来的，他是靠什么才有了今天。他之前和我们做交易所得到的这一切，为什么你不能拥有的？我们可以撑起冯楚良，为什么渡边君就不能给你机会呢？现在对于你来说是最好的机会了。冯楚良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凭什么还要带着你们一起去死呢？我觉得，冯楚良能做到的，你老徐能比他做得更好。他一直在为自己考虑，为什么你就不替自己想一想？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场游戏，只有会玩这个游戏、懂得生存法则的人，才能过得更好。老徐，你好好看看，现在的租界和从前不一样了，新的秩序马上就要建立起来。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今天晚上，你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关系到冯楚良的前途。这话怎么说就看你了。你的一句话可以救了冯楚良，但也可以让冯楚良就此在军统无法立足。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晚上到红雀俱乐部来找我。回去吧，告诉冯楚良，军烈已经发车了，整个任务已经提前结束了。齐野军，您来了。司机安排的怎么样？我已经联络过他们了，他们马上就过来。把所有的司机都叫到这儿来，我要在这里进行选择。没问题，我马上联系啊。
喂，这里是调度室，把今天备选的所有的司机全部叫过来。哎呀，别问为什么，快点啊！好，快点。千叶轩，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马上过来。我要提前半小时发车。这么急呀？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去联络各个车站，让他们马上做好准备就是了。尽快，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马上办。调度再紧急联系前面的车站，他们果然提前发车了。提前到几点？11点。这一定是渡边临时决定的。调度已经开始通知南翔站了，在确认到达各个车站的时间。昆山12点40分，苏州13点45分，合肥宣坝凌晨4点。军列发车。已经确定，军列已经出发了。仓库那边怎么样？还有日军的一个小队。只要列车一开动，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那儿不会有太多人。你出去继续观察。好。我们要等到凌晨3点45分占领调度室，3点50分由我发出指令，在合肥更改行程路线。我清楚。什么？军列提前发车了？是的，我们赶到仓库的时候，他们已经装车结束了。按照老沈给的调度记录来看，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下午发车，但是今天却提前了4个小时。是不是他们发现了什么事啊？这没关系，你说。我刚才打听到了，老沈已经被渡边杀了，尸体被扔到苏州河里了。也许老沈把我们事情告诉渡边了，很有这个可能。所以渡边为了以防万一，临时改变计划了。明天不是还有军列最后一趟吗？如果渡边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我们就暂时取消计划。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明着跟渡边对着干。明天的那趟军列已经被取消了，看来我们这回是一无所获了。好的，好，我知道了，我明白，再见。军列发车了，已经提前发车了，货物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为了确保明天最后一趟军列的安全，我们也把明天奥运的4车批油料在今天提前运走。安全发车就好，很好。对了，冯楚良果然在打这趟军列的主意。哦，我在昌祥仓库外面抓到了那个老徐。他人呢？让他回去了。不过
我让他给冯楚良带了一条假消息回去，他还跟我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唯一能联系上叶敬堂的，只有冯楚良的女儿冯雨飞。只要冯雨飞要见叶敬堂，叶敬堂就必然会出现。这很好，继续盯紧冯雨飞。嗨。今天，马上就会有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冯楚良的头上，看他还能硬撑多久。我等着看好戏呢。喂，是我。结果怎么样？我知道了。科长，怎么了？就在刚才，我们空袭了蒋介石的黄山官邸。那空袭的结果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我还要等营佐中将的电话。喂，哪位？哎，我是。怎么会这样？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渡边已经觉察到了他的监听行动，并故意给他设下了圈套。喂，你好。哦，请稍等啊。小姐，小姐，啊，小姐。怎么了？哦，有您的电话。哦，知道了。哎，谢谢。喂，请问哪位啊？我是陈嬷嬷。陈嬷嬷，您好，没有想到您会打电话过来。雨飞呀，之前听你说要准备出国，但船票一直没订。我正好有个朋友，原本后天去香港，但现在有事走不了了，所以想把船票转让给别人。你这里有需要吗？后天的船票啊？是啊，急是急了一些。陈嬷嬷，这张船票我要了。喂，你好。哦，请稍等啊。小姐，小姐，啊，小姐。怎么了？哦，有您的电话。哦，知道了。哎，谢谢。喂，请问哪位啊？我是陈嬷嬷。陈嬷嬷，您好，没有想到您会打电话过来。雨飞呀，之前听你说要准备出国，但船票一直没订。我正好有个朋友，原本后天去香港，但现在有事走不了了，所以想把船票转让给别人。你这里有需要吗？后天的船票啊？是啊，急是急了一些。陈嬷嬷，这张船票我要了。反正我东西也收拾的差不多了，后天走没有问题。好啊，那你什么时候过来拿票呢？
明天吧，我明天一早过来。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谢谢陈嬷嬷。不用谢，再见。再见。德胜哥，我能不能把钥匙交给你？你来替我拿主意吧。于飞，我告诉你，这把钥匙你一定要交给锦堂。可是，我不能去教堂啊！就像你说的，我如果去教堂的话，于飞，你听我说，这把钥匙你一定要亲手交给锦堂，你明白吗？段叔，段叔。小姐，你有事儿？我一会儿出去一趟，您帮我准备一下。好的，您稍等，我去备车，一会儿陪你一块儿去。谢谢。小姐，准备去哪儿啊？去教堂。啊。军队已经到了无锡了。到站的时间很准确，还有4、5个小时就到芜湖了。司机在那儿只有2、3分钟的行动时间，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可是没法补救的。放心吧，那里的同志完全有这个能力。段叔，一会儿我还要跟朋友谈点事儿，要不你先回去吧。那不行，老爷知道了会责备我的。没关系的，爸爸不会知道的。结束以后，我朋友会送我回去的。实在不行，我再给你打电话。那你自己要小心啊。知道了。神父。哦，于飞啊，你怎么今天没去福利院？我一会儿就过去。锦堂哥他们呢？你来的不巧啊，他们一大早就出去了。出去了？是啊。有什么话我可以帮你转告。最近出了那么多的事，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尽量少到这里来。为了他们的安全，也是为你自己的安全考虑。知道了，神父。那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没有说过。有什么事不方便和我说吗？是这样的，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锦堂哥，这件东西对他来说应该挺重要的。哦，那还是你自己亲手交给他比较好，要不然你明天再来吧。这样也好。明天你上午过来。这儿的人会少一些，也相对安全点儿。最近出门可真要当心呐。
知道了，神父。到后天我就离开上海了，等我把东西交给景堂哥，就再也不用麻烦您了。哎，麻烦谈不上，于飞，你是个好姑娘，帮助你本来就是应该的，你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谢谢你。就祝你离开上海以后平平安安的，一切都好吧。谢谢您，神父。有您在这照顾景堂哥他们，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明天我再过来。注意安全。嗯。小姐，小姐，徐叔，徐叔，您怎么在这儿啊？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大街上啊？老板要是知道了，非怪我们不可。走，我正好回去送你回家。那谢谢徐叔。哎，走。徐叔，今天您怎么在教堂呢？啊，老板让我办事儿，顺道路过这儿，正好看到你，你说巧不巧？小姐呀，以后千万别一个人出门。这老段也是，怎么不来接你呢？哦，是我让他回去的。总是那么麻烦你们也不好，你们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嘛。小姐，你这话就见外了。哎，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福利院那儿不去了。哦，今天我是来找亚当神父他们告别的。我后天就走了。后天就走？这么快？嗯。老板知道吗？他还不知道。是我一个朋友有一张多余的船票，就让给我了。唉，老板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会儿吧，急着要把你送走；一会儿吧，连这件事提都不提了，还要你自己去搞船票。今天你去找锦堂了吧？其实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和景堂私下里还有联系，只不过我们在老板面前不提这件事罢了。放心，我不会告诉老板的。说实话，我们都希望你和老板好好谈一谈。他们俩之间的问题啊，总是要解决的，老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徐叔。您跟我说实话，他们之间到底出什么问题了？要我说的话，我也说不清楚。或许是老板误会锦堂了吧？哎，但锦堂也是，老板一直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看。你老不回来，这算什么事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大家坐下来谈谈，对不对？哎呀，不是我老徐多嘴，这件事说实话，还得靠你出面。你找找锦堂，好好劝劝他。哎，找锦堂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我开车带着你去。放心，我不会告诉老板的。我看这件事啊，只有你出面，才能解决得了。
我还有事儿，就不送你进去了。好，您去忙您的吧。记住，要是找锦堂的话，我送你去，可不能再一个人到外面去了，多危险呐！谢谢徐叔，那我先进去了。哎，去吧。刚刚退下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透露的，那跟冯楚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意大利驻华大使和查尔斯是至交，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顶帽子直接扣在查尔斯的头上。那就是说，是查尔斯把这情报透露给你们日本人的。哼，查尔斯都快回国了。重庆方面还怎么查证呢？就算他们最后排摸到了那个意大利驻华大使，但是那冯楚良也是难脱关系的，情报就在他的身边。既然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说重庆方面会怎么想？也就是说，我暗地里把消息透露给重庆，就说是查尔斯把情报卖给了你们日本人，而查尔斯得到的情报只能是冯楚良给查尔斯的了，是吧？说得好，但不要直指冯楚良。你只要提到工部局副董查尔斯，重庆方面一定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冯楚良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什么时候发消息啊？现在，马上就去发。我们必须要让重庆方面马上给冯楚良施压。哦，明白了。对了，冯宇飞最近有什么动静？哦，我今天刚见过他，他可能去见叶锦堂了，因为冯宇飞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估计这2天他们一定会见面的。很好，盯住这个冯宇飞，查到叶锦堂的下落，及时向我汇报。明白。进。老板，您找我？哎，坐。坐。啊。哎呀，今天上哪去了？哦，我今天在路上碰到小姐，就把她送回家了。宇飞又出门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刚从教堂出来。怎么了？没什么。稍后我就到了几家俱乐部，想要查一查和黄山官邸有关的消息。不用查了。为什么？上面刚打电话来说，
已经知道是谁泄的密了。是谁呀？查尔斯。哦，就是那个工部局的查尔斯。嗯。他怎么知道这黄山官邸的地址呢？我也不太清楚啊。他就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你说，上面知道这个泄密的是查尔斯，他们会怎么想？重庆方面总不会认为是你告诉了查尔斯的吧？这全上海知道黄山官邸地址的只有我一个人。那你怎么向重庆解释呢？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不问，我也不解释。就算解释，那也是徒劳的，反而越描越黑。这件事儿总不能这样就解决了吧？还能怎么样呢？这查尔斯马上就要回国了，要查也没法查。是谁把这个消息告诉重庆的呢？觉得上面会告诉我吗？你说，会不会是锦堂呢？可能性很小。如果锦堂知道这件事跟我有关的话，他就会直接来找我。那现在坐在这儿是他，不是你了。啊，那您说会不会我们之前的事儿？我们的事一出啊，就会失去上面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补救。就像你所担心的，我们一定要给上面一个交代，否则他们查下去的话，我们的麻烦就越来越大。我现在想，宇飞那把钥匙，可能就是关键所在。依照锦堂那种行动的能力，这钥匙如果在他身上的话，必定会发生作用。你的意思是把这把钥匙给锦堂？嗯，那不是。如果他利用这把钥匙拿到唐东林其他的情报，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得手啊。然后呢，再转发给重庆，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我们现在的局势。军烈已经到了宣城。宣城，那也就是说，再过1个小时就到芜湖了。不知道芜湖那边的人准备的怎么样？主编，有什么情况？芜湖方面发来的消息。咱们的同志已经全部到位了，宋怀军他们做好了登车准备，只要军烈一过芜湖，就剩合肥宣霸最重要的一关了。老爷回来了。玉飞睡了没？啊，还没有，在房间呢。好。爸，爸想跟你谈些事情。正好，我也有事想跟您说。
什么事儿？我订到了后天的船票。后天？嗯。这么急着走啊？爸连个思想准备都没有啊？在这儿，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所以我想还不如早点回去学点东西呢。正好陈嬷嬷那儿有张富裕的船票，我就要了。这样也好。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你这一走，爸也可以安心些。哎呦，爸，不如您跟我一块儿走吧。我们完全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完全可以放弃这样的生活，这样你也不用太累，也不用整天担惊受怕的。我们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呢？雨飞，你可以离开，可是爸是不可能离开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呀？爸现在想跟你谈景堂的事儿。这几天爸好好想了想，这我跟景堂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你放心，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我跟景堂之间啊存在一些误会。爸，我觉得景堂哥是有点意气用事。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也许这样误会就消除了呢。可能问题是出在爸之前，爸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责任在爸。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爸，只要这一切可以补救，就还来得及。景堂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也是个重感情的人，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您的。我知道。其实我之前见过景堂哥。我也知道。那如果您觉得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他约出来跟您见面。他现在还不能回来。为什么？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而且这个事情或许也只有你能帮上忙。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愿跟我说，没关系，不说就不说啊。还有，你可以去见见他。你可以告诉景堂，我想见他，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告诉他的。好，早点休息啊。您也早点休息。老段，哎，老爷，通知一下老徐，让他这几天盯着景堂和韩东林。好，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马上通知我。好。军列已经开过芜湖了，调度那儿没有任何意外情况，看来他们已经顺利上车了。咱们准备行动吧。军列已经开出去这么长时间了，这里除了这2个守卫，里面应该没有什么人了。我们开始行动。好。
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别杀我！别说话。知道。坐下。是。我问你，军练现在已经开到哪儿了？马上就到宣坝了。到宣坝大概几点？再有半小时就到了。你们的列车时刻记录本在什么地方？在抽屉里。抽屉里。你们俩听好了，只要老老实实配合我，我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明白吗？明白。我问你，如果我要临时改变军列行进的方向，我大概应该提前多少时间通知宣坝的调度？现在就可以，因为是军列，只要提前15分钟改变路线，就没问题的。接宣坝调度处，我是总调度室，31234列车驶向太平寺站。对。军列是在哪里出的问题？在离合肥不远的宣坝，那里有一个岔口。本来我们的军列是该往西去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过了宣坝就往北去了。往北？往北那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到底出了什么事？联系了调度没有？电话联系不上，那边好像出了故障。那就赶紧派人去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已经派人过去了。赶快把铁路分局的人找来，还有长祥仓库的负责人，20分钟内必须全部到我办公室。嘿。对，是总调度室。是我发出的指令。31234列车因为特殊情况临时改变行进方向。对。宣坝调度室来电话，军列已经过了宣坝，他们是来核实情况的。那下一站就是太平寺站。对。过了太平寺站，就进入黄花塘根据地，军列会在淮南附近停车，我们的人在那儿卸车。这是太平寺站发过来的记录，31234已经通过太平寺。你们这些废物，都给我滚出去！嗨，废物，嗨，滚出去！科长，铁路分局的钱科长来了。对不起，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儿，这到底怎么了？钱科长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是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为了配合你们军列的运行，我们调度是全线为你们开放的。只要你们这里一下令，所有的指令我们都是绝对服从的。我刚刚查了一下行车记录，所有的指令都没有错。可不知道为什么这趟车它就转北了，我还以为是你们下的指令呢。对了，长祥仓库那里的人呢？仓库那边的人还是没有到。我怀疑那边的电话线路出故障了，会不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原本以为只要货物出库发车之后，就肯定不会有问题了，但是我也没想到，他们利用调度改变了我们的行车路线。在列车上，一定是有他们的人了。钱科长，从太平寺到淮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也就3个多小时，快一点的话，2个多小时就到了。我需要确切的时间。我知道行车记录你都看过了，到淮南的话会是几点？6点半之前一定能到。这都已经6点20了，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谢谢。
科长，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银佐将军那里该怎么交代？银佐将军在昨天晚上已经去了南京，今天会直接去湘北。这件事等处理完了之后，我会直接向银佐将军汇报。另外，彻查铁路分局调度室里所有的人，包括那个钱科长。我觉得问题多半会出现在长祥仓库那里，多派些人过去调查。调度室、仓管部，包括那些搬运工，给我一个一个的查清楚。嘿，必须在10点之前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嘿。好，谢谢。军队已经过了太平寺站了，只要淮南一来消息，我们的任务就顺利完成了。自己人，主编，淮南人休息了。军队已经到了黄花塘根据地。我们成功了，赶快撤离！渡边一有消息，马上会赶到这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昨晚来了2个人，把我们给绑了。对，他们把车调到淮南去了。对啊，车呢？现在车在哪儿？我不清楚啊，只听他们说，把车停到什么黄花塘去了。对，黄花塘。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把他们放了！快一点儿！谁呀？什么？果然是这样。你们在那里等着，我马上就来。科长，这是昨天晚上值班的2个调度员，今天发现被绑在调度室里。他们有几个人？2个，只有2个。哎。谢谢。谢谢个屁！你们还记得他们什么样子吗？记得。其中有没有他们？有，就是他们2个，就是他们2个把我们绑起来了。对。你们能确定吗？可要看仔细了。确定，就是他们，先把我们绑起来，然后把嘴给我们堵上了。科长，我已经查过了，就是叶锦堂和韩东林干的。你现在才知道去查？你确认了吗？混蛋！嘿，你之前说过什么？安全检查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不是说没事吗？只有2个人就把一整列军车给转移了。都是我的错，是我的疏忽。不知道怎么向银佐将军交代这件事。他如果让我上前线的话，你必定是被派到最前沿阵地的那个。死我不怕，因为这件事那是比死还难受的一种屈辱。嘿，
我一定会全力追捕叶锦堂和韩东林的。马上行动！看来渡边已经得到消息，开始行动了。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教堂也许已经不太安全了。这样，我们现在成功骑到照相馆去，到那里休整一下，再想办法回教堂。只能这样了。好吧，走吧。是的，我知道，已经确认了，军烈是被他们转移到了黄花堂。是叶锦堂和韩东林他们干的吗？是的，我已经全面下令搜捕韩东林他们，请给我几天时间。就算抓到了韩东林，又能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加号计划。真的对不起。这一次，就连我也没法向军部去交代了。你给我出了一个多么大的难题啊！耻辱，这是我的耻辱。我一次次给你机会，你却一次次犯错。我一定会全力搜捕叶景堂和韩东林，保证不会再出现任何错误。请将军相信我。如果再没有什么进展，你就马上给我到前线去，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一定会比你一事无成要好得多。报告。租界那里有没有消息？还是没有找到。我想他们应该没有进入租界。多派些人出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找到。我明白。